这两天啊，大家都在讨论川普王者归来的事。我们先不说美国那边怎么样，就说说这消息一出来，中国人民币直接就扛不住了，那叫一个暴跌。咱们看看这暴跌到底有多惨。北京时间11月6号下午，川普当选的消息一出来，离岸人民币直接就傻眼了。开盘 7.0996， 然后就往下猛跌，一路跌到 7.1922， 单日暴跌900多个点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你早上醒来手里的100块钱，到晚上就只值99块了。而且啊，这还只是离岸市场，在岸人民币表现得更吓人。开盘 7.1264， 中午就贬到 7.17， 看得央妈心惊胆战。有意思的是，当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还在那硬撑着，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23个基点呢。我就纳闷了，市场都跌成这样了，你还在这装啥呢？这不是典型的掩耳盗铃吗？那么问题来了，为啥川普一当选，人民币就吓得跑路了呢？且听我给大家捋一捋。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放了个大招，说他要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到 60%， 还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路透社给出了一组数据，中国每年向美国出口4000多亿美元的商品，这还不算给美国其他产品提供的零部件。现在倒好，这么大一笔生意，人家说不做就不做了。更要命的是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赵通说了，现在的情况跟2018年那轮贸易战完全不一样。那时候中国经济好歹还能扛一扛，现在倒好，房地产烂尾一大堆，地方债务问题愁死人，老百姓都不敢花钱了。你说这关税要是真加上来，那不得直接凉凉。来看看中金公司怎么说，这可是中国国内最大的投行，他们算了一笔账，要是川普真的把关税提到 60%， 北京得准备2至3万亿人民币来填这个窟窿。2至3万亿什么概念？去年中国的 GDP 增量也就7至8万亿，你这一下子就得拿出1/3来对付关税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有意思的是，11月6号那天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事，您猜他怎么说？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，哈哈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打肿脸充胖子吗？然后还说什么要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，这话说的听着都尴尬。再看香港股市那边，当天直接跌了 2.23%， 收在20538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家都看出来了，日子要不好过了。说实话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北京已经坐不住了。南华早报爆出了一个猛料，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紧急开会研究对策。咱们来算算，他们准备砸多少钱？先是要发行6万亿特别国债，这钱是用来干嘛的？表面上说是债务置换和银行资本重组，说白了就是救那些快破产的烂银行。再看，还要发行4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，说是要收购闲置土地和卖不出去的房子，这加起来就是10万亿。我的天，这是要把去年李克强的那套放水剧本重新演一遍啊！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分析说，未来几年北京每年的刺激规模可能要占到 GDP 的 3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每年光救市就要花掉3至4万亿。你说这钱从哪来？还不是变相印钱吗？更有意思的是，高盛的经济学家放出了一个更吓人的预测，川普上台后肯定会立马提高关税，而且是有选择性的打击。比如说战略性产品直接加到 60%， 消费品可能稍微低一点。整体下来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平均关税要上升20个百分点。那北京准备怎么应对呢？高盛说他们找到了几个内部文件，北京的反制措施基本上就这么几招。
第一招，干脆放任人民币贬值，反正都这样了，跌就跌吧。第二招，减少从美国进口，你不让我卖，我还不买了呢。第三招，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，你加多少我就加多少。第四招，限制稀土出口，这可是中国的杀手锏啊！但是，这些招数真的管用吗？我给大家泼盆冷水。马罗这个经济学家说了，如果美国真的开始加关税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肯定会冲破 3%， 到时候美联储哪还敢降息？利率继续维持高位，美元继续走强，人民币还不得继续贬，这不是死循环吗？而且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？是外贸撑不住了呀。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分析说，现在中国经济本来就一堆问题，要是再让人民币大幅贬值，那不是雪上加霜吗？最搞笑的是什么？堪萨斯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杰克·张给出了一个让人绝望的分析：全球供应链可能扛得住 20% 的关税，但是到了 60% 就彻底完蛋了。到时候美国的消费品价格暴涨，中国的出口暴跌，两边一起玩完。所以说白了，这事就是个死结。中国现在就像是在走钢丝，一边是美国的大棒，一边是自己的深渊，你往哪边躲都不是办法。要我说，北京现在最该干的事是赶紧把那些烂尾楼的问题解决了，把地方债的窟窿补上，把老百姓的钱包先弄鼓起来。你自己家都一堆问题没解决，还想跟美国打贸易战，这不是找抽吗？但是呢，看现在这个架势，北京估计又要玩老一套，继续印钱，继续放水，继续喊口号。我敢打赌，等过几天，又该有官老爷出来说形势一片大好了。说实话，看到这种情况，我是真替老百姓担心啊。你说这些决策者是真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还是知道了但不敢面对呢？反正现在这种情况，不管是靠补贴也好，靠刺激也罢，都是在给未来挖坑，就怕到时候这个坑不是一般人能填得上的。我最近从一些金融圈的朋友那听说，北京已经开始紧急排查各大银行的美元储备情况了，这事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咱们来看看外汇储备的数据。截至今年10月，中国的外汇储备是 3.1 万亿美元，听起来很多是不是？但是仔细一算，吓死个人。第一，这 3.1 万亿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欧元、日元这些非美元资产，真正的美元储备估计也就2万亿出头。第二，更要命的是什么？中国现在的短期外债高达 2.8 万亿美元，也就是说，你手里的美元储备连外债都快还不上了。这不是玩笑，这是实打实的数据。再来看看更吓人的，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，中国的离岸美元债务，也就是那些没被统计进官方数据的美元债务，可能还有1万多亿美元。加起来什么概念？就是说你现在手里的外汇储备已经入不敷出了。难怪前2天人民币暴跌的时候，中国人民银行不敢大规模干预。为啥？因为真不敢动用外汇储备啊。你现在每花掉1美元，以后就少1分钱救命的本钱。有意思的是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央行内部人士跟我说了一句很吓人的话：现在的情况比2015年那次人民币贬值还要严重，那时候至少还有足够的弹药可以打。现在呢，弹药都快打光了。你们还记得2015年发生了什么吗？短短2个月，中国砸进去了5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，就为了稳住汇率。现在倒好，别说5000亿，你就是砸1000亿出去，恐怕心里都得滴血。更糟糕的是什么？川普这一招关税大棒下来，意味着中国每年能赚的外汇可能要少上千亿美元。你说这仗要怎么打？用什么打？
所以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如果你手里还有美元，最好攥紧点。别看现在管制的严，但是等形势再严峻一点，说不定就要来个金融特别时期了。到时候想换都换不到，那可就真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记住我的话，现在不是看北京说什么，而是要看北京还有多少子弹可以打。等他们子弹打光的那一天，就是大家需要系好安全带的时候了。大家觉得接下来中国经济会往哪个方向走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记得帮忙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